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如何看待星光大赏上杨紫为肖战加油并合唱曲目余生，请多指教。杨女士当初被瞎网暴批遗照注身体健康的时候，她那些粉丝活像举着南部14年式手枪的一个班在冲对面过来的虎式坦克10个师。期间她尊敬的同事有说过半句不要干扰自己的同事吗？她哪怕跟臭鼬感觉到危险时一样去警告自己养出来的那帮狂热粉吗？没有，她土豆就硬是一头扎进土里不省斗事。当发霉多边形土豆那遇事儿就当归归的第二代后代的做派终于引发民间自发抵制的时候，杨女士倒去给他加油了。这起承转合充分展现了某无脊椎动物的软弱性，令人啧啧称奇，抚掌大笑。但如果杨女士会上知乎，请记得一个10几年不看电视被你同事气得几夜睡不好，最后注销微博账号远离事件中心的2次元老废宅，也曾为你半夜驱瞎除灵。我支持杨女士有个性、有想法、敢选他人不敢选之路，活得恣意潇洒，并且在这种事情发生后，我也相信并祝福杨女士的未来不会因此受到阻碍，因为我知道杨女士有实力，不像某个只会躲在层层花裙子底下等着风头过去再爬出来找食儿的夜行动物。只是当你在被同事或者竞争对手们养在沼气储蓄池里的小家伙们祝健康长寿的时候，帮你扛伤害帮你说话的，估摸着就真的只有你那些想骂人都挑不到字儿的粉丝了。不过既然你杨女士是最大度、最仗义、最不计前嫌，想必也不会在意。评论区变怪了，补充一下，我只代表我个人，不代表任何群体。我对杨紫此次举动只是略有失望而已。这篇阴阳怪气的口嗨写于事件当晚，换言之，正在气头上。其次，我在这里唧唧歪歪，到现在也没一个紫粉问候我，反而始终保持友好的态度来理解我。我拿啥讨厌他？就凭我厌恶土豆吗？朱军，我讨厌榴莲，但是我喜欢螺蛳粉和臭豆腐。JPG 兴趣爱好相似，可以互相交个朋友。为了仇恨和厌恶而拉帮结派，就偏离正轨了。再劝一句，别被这点破事儿绊住自己的心态和生活了，不值当。何况过了这么几天后，我也冷静了，换个思路。其实杨紫是让土豆加油冒头，好让抵制者给他打出土豆泥。想想还挺开心的，纯属玩笑，莫当真。讲真，企鹅让虾把装满土豆的棺材立起来，喊我们挺过来了，那是挺吗？也很挺，贼硬挺。现在嘴里嚷嚷着支持杨紫，因为这个行为爱上杨紫的8成是虾。不要求也不指望杨紫粉跟抵制者站在一条线上，但不要轻信现在给杨紫说尽好话的小人。承蒙各位赏识，人生第一篇回答就700多个赞，谢谢哥哥给我的流量，俺上次在空间火也是因为您。本人于川美事件当晚随口一个感慨引来近6K 转发，我可真谢谢哥哥嘞。出于自己本职仅有的尊重，是真的想让这贴沉了的，谁曾想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想走而瞎强流。友情提醒网络世界不要顶着本人头像冲浪，吃瓜赶不上新鲜的，吃那啥赶不上热乎的。一看还挺有想法的，那行日行一善给您塞个话筒。友情提醒网络世界不要顶着本人头像冲浪，可别说我挂人啊，没有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听一听不同的声音，听瞎哭的声音。至于为什么不直接回复这位网友，因为我被加入奥利奥，给土豆哥哥的爱慕者们的一封信。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翻你的户口本。
如果您想知道我准备对您干什么，欢迎开房邀请。我好好说话，好像有人就觉得能在我这撒野了。前一次更新我就说了，希望大家和平讨论，不要觉得多大点是大题小做，不要随意评判别人的感受想法。我以为自己说得很清楚了，结果还是有人看不懂。我可以再说一次，劝人大度，天打雷劈。疼不在你身上，你感觉不到，没关系。但是别人喊疼，你们还要捂住他们的嘴不让喊，这就过分了。OK， 我立场已经摆得这么鲜明，我抵制肖战，不会看余生，和杨紫关系不太大。有些人也不用居心叵测、浑水摸鱼，妄图把人姑娘拖下水。他国民度那么高，已经有的作品那么硬，不是随随便便能撼动的。OK， 看不惯可以不看，没人按着您的手点进来还发评论。你不嫌写评论浪费时间，我还嫌看你的评论浪费时间呢。更新一下回答，居然有这么多点赞，吓到了。评论好多人说了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有同感的，也有不能理解的。作为已经有立场的人，我想说，不能理解我在想什么其实没什么，很正常，没有必要非得理解我的。每个人对每件事的看法和感觉都是不同的，人总会以己度人的去代入，去思考，去想这件事在我看来也很不好，或者我完全不觉得有啥，你们到底在意什么啊？因为每个人的性别、地位、职业、性格、成长经历等等都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不同的，不用强求别人什么事都和自己想的一样。世界正因为不同而多姿多彩，只要不是人身攻击，和平讨论，自由交流，都是很好的。但既然有人不理解，并提了出来，我觉得他们是想要交流和了解我在想什么的，所以我也来说一下好了。以下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我自己之外的任何人。有些事，在甲看来可能没什么，但在乙看来可能是天塌了。甲国把乙国打灭国了，甲国接管了乙国，甲国人会觉得，难道不是好事吗？你们原本又穷又苦，技术又落后，我们接管你们，你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难道还有比活下去、活得好更重要的事吗？你们猜乙国人会不会呸他一脸唾沫？例子并不恰当，我也不是在影射什么，我只是想举例说明，在有些人看来完全没什么的事，在另一些人看来是很大很重要的事。在有些人看来，杨紫人美心善，对接下来要表演节目的肖战说了句加油而已，其实他什么也没多想，这就是个有教养有礼貌的姑娘的自然动作。可当然也有些人，比如我，会觉得你对着我一直在努力抵制的人加油，不管是为他加什么油，你的支持都让我很难受。假如有个人殴打了你一顿，然后另一个人对他说加油哪怕他可能只是为那个人要参加的运动会比赛加油，只是让他路上赶车加油，只是让他学习考试加油。但你真能毫无芥蒂地看待这句加油吗？有没有1%、1000%、10000%的可能性，他就是在说下次加油再打重一点？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见过他几次而已，又不是说加油的那个人的朋友，我哪知道他在说什么意义的加油？我不想以恶意揣度他人，但也无法忽略自己的心情。所以我所能做的只有伤心和避开一点，直到我能不在意这件事为止。我也不知道我说明白没 ORC。我并不禁止任何人在评论区表达不理解，但也请不理解的人中的某一小部分，不要认为我和我有同感的人和理解我的人是在小题大做。是不在自己身上表示疑惑不解是没问题的，但请不要轻易评判他人的理解和心情，好吗？姑娘上一次和肖战一块热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因为点赞。
我首页被推了好多相关回答，看到的大体上就是杨紫粉丝说大家潮，我们认，躺平。我们是喜欢你，但是吃瓜不切小号的习惯必须改，粉丝不惯你这个。当时觉得杨紫粉丝们还挺有意思，小雪国民闺女滤镜强大，加上他俩确实有合作，点个赞也没啥，我 OK 的。今天唱歌也没啥，男女主吗？但是特意说句加油再走。这我不多想都不行，请问是想让他加什么油呢？他是讲义气了，可我就膈应了。我又一次意识到，人会首先对和自己经历、经验、地位、职业相似相关的人产生共情，所以明星演员一般会对他们的同行共情，因为自己搞不好也会有这种境遇，所以一定会同情和支持他们的同行，而非站在观众或粉丝的立场考虑事情。直到今晚的星光合作舞台为止，都属于正常的商业合作，毕竟大家都要恰饭的嘛，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那句加油就属于恰饭以外的个人流露了，这让我觉得以前心疼在余生时期被肖战粉骂的姊妹的自己像个傻子。姊妹在余生时被肖战粉骂和各种恶意揣测时，也没见肖战站出来为姊妹说两句，阻止一下自己的粉丝。现在肖战因为粉丝和自己的放任自食其果，使姊妹出来说句加油。我只能说，如果不是为了背后额的资源，那么说好听点，这种行为叫善良，以德报怨；说难听点，就是真的有点小说里圣母的感觉了。以前可以说是姊妹的路，粉从家有儿女的小时候滤镜，到回归的花非花雾非雾，以及正剧战长沙和后面爆的香蜜，亲爱的热爱的都看了，所以曾经一度心疼余生，还挺可惜姊妹的余生。现在只能说娱乐圈不愧是娱乐圈，观众可别把自己当真。不管是明星、演员，真的不必心疼，不然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当初的心疼会变成现在的脸疼。今晚开始不是露粉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吃瓜娱乐圈，真情实感什么的只有自己受伤失望。